国安人士说了哈，说12月13号，因为是中国的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恐怕有联合利剑 C， 就是中国会发动联合利剑 C 的军演那以台湾为借口对各方进行压迫因为之前有演习过台湾利剑那另外呢，这个赖清德说要打造台湾之盾，那什么叫台湾之盾？就是用无人机还有飞弹、城镇战然后呢把这个量能加强然后来保护台湾那另外呢，这个特别要把国造跟美造的防空飞弹把它整合起来。那当然也有专家讲，你先把美造的整合起来，再去谈跟台湾造的整合。你美造都没有整合，你谈什么跟台湾造的整合？那陈永康将军说呢，需要共同努力就不是那么容易的意思了那顾立雄说呢，要全面检讨战斗部队的定义因为现在认为说我们大概战斗部队占一半叫战斗部队，但是战斗部队常常说战斗部队就有加级了，现在有加级，所以他们说常常这个一个营的辅导长还没有一个刚这个出来任官当排长的薪水高，因为排长可能是战斗部队营的辅导长可能不是战斗部队所以呢，顾立雄说要重新定义、重新检讨看什么叫战斗部队那另外呢，这个赖清德总统首度试导无人机的教招，说和平不可能靠和平协议就能够获得那另外呢，这个吕秀莲说呢，花那么多钱买军购不能一味屈从 A 方挑衅 B 方，这样必然兵凶战危。我把它翻成大白话，就不能够屈从美国挑战中国那吕秀莲说呢，这个台湾应该变成人文科技的世界岛，而不是亚洲的火药库或是别的国家的前线战场。那别国当然也是美国了他只是没有讲美国而已那所以呢，这个他说台湾应该告诉白宫，台湾有事世界就有事，台湾没有事是东亚就会太平这吕秀莲的这个最近发表了好几次讲话了在他脸书上那另外呢，国民党质疑说你现在增加军费是不是要开战？徐小军说好像要打仗了，干嘛经费提高那么多呢？那徐国勇就说你总不能上完厕所才买卫生纸吧？所以他的意思是说你要备战是不能上完厕所才买卫生纸。当然蓝云这边讲说我们卫生纸一大堆了，200亿的这个200亿美金的军火都没有来F-16来了一架吗？对，买了什么155炮什么到底什么地方呢？类似这样所以呢，这个卫生纸已经一大堆了，不是没有买卫生纸不是说这个上完厕所买卫生纸卫生纸一大堆，上厕所都用不了是这个意思那所以呢，蒋万安说奇怪了，钱是要花在刀口上，怎么会把卫生纸跟军购来比喻呢？破造的军购怎么拿这个便宜的卫生纸来比喻呢？我们看一下。锁定岛上模拟目标发射攻击，这是对央视最新上架的演训片，主角是远海火箭弹。远火最看重的就3个字儿：快、准、狠。而这影片刚好由央视的国防军事频道利剑发出，是否也正预告又有跟利剑相关军演？因为平原媒体指出，有关人士分析，因中日关系紧张，假设未来1周中国人找不到台阶下，不排除扩大军事威胁，迫使日方或区域各方退让。依过去经验，也不排除中国会发动联合利剑 C， 再次以台湾为借口对各方进行压迫。时间点就落在13号，中国的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但不管有无军演，赖政府要强化国防是事实。投掷手榴弹和开枪反击，新式教招拼更贴近实战，教员也学习使用最新的艾斯科防御公式。但现在战争不断演变，国军10月起在教招中也新增2个小时的无人机操作课程。总统周二来看很满意，全动署采购首批850架 Hummer 2微型无人机，已有450架完成接收。Hummer 2多旋翼侦察机，它是具有高机变性，支援 ATAC 与直管辅助整合能力，再搭载 AI 影像追踪等，能够展现即时情报回传还有进程的侦察能力。国家安全完全没有任何妥协的空间，国家主权和自由民主的核心价值是我们立国的根本，无关意识形态之争，这是全体台湾人民的共同立场。总统怎么看日本学者忧心，即使台湾发生事态，但是美国可能不会派援军？总统很认真听，但没回应，毕竟到头来最稳妥的是强化自己。志轩，我觉得
民进党秘书长徐国勇讲这个话哦，真的是非常没有水准，而且把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用非常浅碟的方式来表述。那你要上厕所不用买卫生纸吗？可是现在在野党的立场是，你要买什么样的卫生纸，你要买什么牌的卫生纸，你应该要跟国人报告清楚。包含吕秀莲前副总统的论述也是如此。你不要一味着屈从 A 挑衅 B， 意思是什么？意思是明明告诉你说那锅粥已经坏掉了，那海鲜已经坏掉了，你不要吃，吃了你会拉肚子，但你偏偏要吃。然后你也告诉我说我要花大把的钞票去买这个卫生纸。现在比较麻烦的问题是，回到刚刚联合利剑，联合利剑这个词，我相信台湾已经大家不陌生了哦，以前 A、B、C 什么的一大堆。可是我们要看的是什么？每次这样子的讯息来源都来自于什么？国安人士，大家记不记得？如果你回想，每一次都是国安人士，那这样子的资讯到底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警惕？为了这样子的演习，我们又有什么相对的因应措施？每一次只要有联合利剑，我们在节目上一定会讨论。可是讨论完也就这样，你真的回去看我们有没有做了什么样的这个因为过去的演习而做了什么精进，我没看到，或者是我不知道。所以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当今天狼来了喊多的时候，其实对于一个新战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将军是专家，我最意外的是什么？是赖清德在讲那个2027对岸会做好武力攻台准备的时候，我隔天第一件事情早上8点半爬起来，因为我要看什么？我要看股票，竟然涨，这代表几个现象嘛？代表是在玩股票的这些人，代表是国人，要么神经大条没得惊，要么是什么？把你赖总统的话当屁了吗？当你今天一国之首、一国的元首出来讲说，我们2027即将要面临人家要攻台的准备了，开玩笑，这是何等大事！理论上来讲，这应该是全部的经济动荡，大家人心惶惶。可是为什么大家好像不觉得怎么样？我觉得这是台湾现在最大的问题。再来，这个赖总统呢，现在国防部做这个所谓的战斗部队哦，搞到后面，我身为职业军人的朋友问他们，部队里面就壁垒分明了嘛？甚至说真的，大家就这个。你那个士兵的气势就会受到影响，那大家会讨论嘛？你调哪一个单位，我调哪一个单位？所以我认为，对于外部的力量，对于这些演习来讲，我们要做的是真正实时的准备。你1兆2000亿也没有问题。刚好吕秀莲也提到这件事情。我刚刚前面上节目前看这个外交国防的委员沈伯洋的记者会，他怎么说？他说，在野党哦，你们搞这个财划法，8年要挖掉中央11兆的钱，我们8年用1兆多的钱，有什么问题？这是可以类比的吗？一个是过去你们自己的主张，财划法应该要这个地方治理，你把中央的钱放到资源放到地方，让地方的这个政府有权有钱可以去做好更好的治理。这件事情可以拿来跟你买1兆多的军火去做对比吗？再来回到刚刚赵大哥也提到的6000多亿的军火在哪里？你没有讲清楚。明年的飞机会不会来？不知道。你要买1兆多，没有跟国人报告，没有跟国会报告，你去美国华邮去登报。从美国的媒体再捎回来台湾，所以现在赖总统、赖政府，我认为已经是完全荒腔走板了。连2027武力攻台这件事情，一个元首可以讲出来，然后刚才再改掉，然后再说媒体明代大家误会了，你已经可见这个团队已经出了多大的问题了。将军啊，他那个战斗部队现在是怎样定义？他要改定义怎样？现在是国军里面什么一半战斗部队，一半不是战斗部队？他其实按照军职专长分类。过去就已经多年有承袭，但是他们这样子搞就是自私亦焚呐。本来天下本无事，过去那一套并没有错。战斗兵科，我是行政人，像行政室什么，他不是战斗，他的加级就少。这本来就是这样，你要凸显出来哦，战斗加级很多，他很少，就变成对立了，就会形成刚才赵先生讲的，我这个行政职务的辅导长什么，我是排长主官。就形成这种落差，我上尉可能领的比少校的行政官钱要多，我士兵我是行政室，我是政战室，可能领的比那个炮兵操作手钱要少，就你刻意凸显它，就造成不公。我们多少年来就是这样子，像我们是步兵科，每天行军打仗苦得要死，我也没有比人家多，但后来调整了，所以这个是。本来不是问题，被你自己凸显出来，要不就全部一起加，不要叫战斗加级。当兵很辛苦啊，就加薪水嘛，就搞完了嘛。国民党的版本非常好啊。我倒回来讲一下这个
台湾之盾啊，我只简单讲3个盲点是民进党国防部解决不了的。第一个叫系统整合，美制、法制、荷兰制、中科院制，各种武器，请问如何整合？老中青3代30-40年前的东西跟现在最新进来的系统如何整合？苹果手机、三星手机、华为手机整合到一个界面，请问有多困难？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画大饼，4000亿，9万个工作机会。我那天跟邵宽兄提过，我举个例子，100个企业每年增加100个工作机会，都不太可能。那才1万人，你要增加9万个工作机会，请国防部算给我看，或者经济部那5个国防产业算算看，你可以增加4000亿的产能，那是梦想。查一下这经济部5个国防产业这几年来的产值产能，官网上都有公布，查一查就知道了。你要搞4000亿，谢谢再联络，那真是一个笑话。所以另外一个就是生产线，我们的行政院整合了一个叫做无人机综合产业链，军方的、民间的、国营的，弄出一个10万架的一个目标啊，希望能够让我们台湾的厂商超兵进军国际市场10万架。中国大陆1年产几百万架无人机，美国3年以后才准备1年采购100万架，3年之后，他现在还采购不了，买不到，也生产不了。说这种产能，你是大饼画的太大了。第二个，你现在买那么多东西，要精准飞弹什么什么什么炮弹，请问生产线在哪里？在美国。请问后续的供给量有没有在台湾？没有。作战的时候，这些军火商有能力把这些军火运补到台湾吗？这些问题没有解决之前，这个军购案真的就是一个笑话，就是一个大饼。我是建议在野党立委好好就这几个面向，好好去审查一下。休息一下再回来。好，花莲马太案系的灾民呢来陈情了。卓荣泰说看了不忍，希望能够紧速让他们过正常的生活啊。那而且呢，灾民来到行政院陈情，卓荣泰说东部办公室的执行长都在现场啊，所以你们讲话吧，他们听得到啊。哦，那立法院今天3读通过马太案系特别预算270亿的预算，1毛都没删，给他通过了啊。那另外呢，刚刚大家比较关心的1.25兆的国防预算就任性啊，这些东西不对称战争啊等等。那行政院有一个财划法的草案，那立法院呢暂缓立案。其实他在这个程序委员会是9比9，结果呢主席是翁小玲，关键1票就给他暂缓立案。那行政院很生气哦，行政院而且说呢他财划法要复议。那国民党就批你卓荣泰，你叫做赖皮复议，你只会复议，没什么就复议，复议不成就释宪哦。所以呢，因为你是赖皮复议的，我们只能把你否决掉，所以呢不让你通过啊。他是暂缓了，就暂缓复委了，在程序委员会。那民进党的这个党团干事长钟嘉宾说，立法院没有权利啊，回头是岸了。哦，这个你没有暂缓的权利啊。哦，那另外呢，这个他们要邀请说，将来呢要邀请赖清德来报告。哦，说呢要采多问多答，本来是希望1问1答了，后来他们说违宪，那就仿照以前国大代表多问，我5个人问你答复哦，那多问多答哦。那罗智强呢说呢，我们给赖总统承诺国情报告，而且还要询答，所以呢特别条例的缓冲暂缓就是等你答应要来，我们再复委，你不答应来，我们就不复委，是这个意思啊。那另外呢，黄国昌说呢，请赖总统履行承诺来国会咨询。赖清德在选总统的时候，我记得有讲，他会到立法院去这个有承诺，甚至愿意接受质询的。那现在又说不行啊。那黄国昌就说呢，我们不是
质询你，我们是咨询，我们看一下。花莲光复乡佛祖接受灾户北上陈情，因为从11月19号到行政院递交陈情书，至今没有任何回应。3民希望房屋补偿金建立分级制度，也希望中央全面协助灾后房屋重建，更质疑灾后重建特别条例说明不清。同时间，立法院3读通过中央政府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灾后重建特别预算案，先编列270亿、30亿是需求，再行编列1毛都没删。很不忍看到花莲的乡亲长途跋涉到台北来，因为中央是极力在对花莲光复乡马太安溪之后的安全维护做了更多的必要工作，也积极会照顾这些灾区居民的生活。朝野也没有意见，3读闯关通过。有意见的是国民党团抽出离岛建设条例、公教年金和不当党产条例进复2读，也要求总统赖清德到立法院国情报告，而且是一问一答。希望赖清德总统一本初衷，能够到立法院能够有问有答，一问一答。他们强调是咨询，不是质询，没有关系。我们就用赖总统所讲的咨询，在也拒绝同问同答，让国情报告变秀场。绿营主张不能有实质质询，总统能不能来立院报告？朝野至今没着急。哪位置？我想这个财划法这个大家其实很多乡亲一定不傻傻了啦。好，这么多的版本，那这么多的版本改完之后，还是很多纰漏。那现在这个行政院提出一个版本，然后我认为是这样。这个无论大家对于现在提出来政院的版本看法是什么，但起码目前看得出来，我们民进党团在这个方面，我们是希望释出更多善意，包括什么？包括大家说希望释出更多的财源给地方，这个看到政院的版本是认同的，释出更多的金钱。好，那只是说我还有很多非常关键的议题，其实是还尚待讨论。例如说，我释放了更多的钱给地方，事权怎么样划分？其实到目前，无论是国民党的版本还是政院的版本，这个都还有待讨论。所以我认为，希望这个立法院的这个国民党跟民众党看到我们现在的诚意，我们真的希望接下来地方政府都在审预算的同时，好。我们都希望中央的议题赶快解决，我们这个地方政府才有办法做事情。否则你说之前国民党的版本到现在还是有非常多的疑问啊。就算你把钱拨下来，事权要怎么划分，到现在都还没有讨论。那大家现在都跳到就说，那到底赖清德要不要来立院报告？我认为这件事情根本不需要赖清德总统到立院报告，就应该可以解决的。本来这个政院提出的版本就是行政院要提出来的，我认为，我个人认为，在这件事情上面，你把总统拉下来，只是在搅乱一场一池春水，再把政治的议题放进来。今天行政院提出的版本，如果这个立法院诸公认为要询问，当然对象当然是行政院啊，怎么会是总统呢？好，那当然，民进党的这个立法院党团跟我的看法可能不太一样，他们认为这件事情可以谈，所以我再次强调，民进党在这件事情上面是适度的最高的善意，但我们是不是能够就务实面财划法到底要怎么划分，怎么样更进入更多细节的讨论，大家好好来谈，不要再谈政治口是赖清德自己讲的嘛。所以他们就觉得，你既然总统讲一些两岸啊、国防啊，是总统的权责，所以他们才会邀请总统来分析。这是2笔钱呢，一个是财划法，另外一个是军购的预算。财划法的部分呢，我同意，我觉得终于在立法院不断的追促之下，终于行政院愿意呢释出一部分的钱跟权，然后释放给地方。我觉得我们一直都是反对中央集权又集钱，然后能够让地方有一个权钱上面呢能够符合，然后让地方比较多的财政自主，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向。但现在的问题在于因为经过了2次修法之后呢，就发现说你前面修完法之后，行政院在后面搞小动作。
主计总处呢就给你说啊，好，统筹分配款你要这样分是不是？我的计划型补助款就给你全砍掉，一般型补助款说砍就砍，这一类的这种状况不断的出现，所以现在立法院要求的是，那你行政院就试算表出来嘛。你把试算表出来，我们就知道说你最后在什么地方，你就不敢做小动作。我想要试算表，不是说大家不会算，而是我算的，到最后你不认账，那怎么行？所以你试算表，你都已经把细节定得这么细了，你应该很清楚的知道统筹分配税款按照你的标准大家怎么分，一般补助款怎么分，然后计划型补助款可能的标准是什么？你用这样的方式，大家就知道说好，那你整个这样子调整完了之后，不只是试算表，那因此中央他不做的事情，要交给地方来做的事情，地方政府才能够衡量说，你修完了之后，我到底够还是不够？我想这是一个基本的吧。那行政院主计总处算不出来吗？财政部算不出来吗？都算得出来，但是不能算，因为算了清楚了以后就不可以搞手脚了。我觉得这一点心态是对不起是恶劣的哈。那至于这个军购预算呢，我这边当然大家的争执焦点就是说，因为这个是国防外交两岸嘛，那权就是在总统身上，那这个军购也都是总统自己提出来的，你先投诉了华盛顿邮报，再回来跟国人报告。你说行政院长能够帮你回答这些军购预算要做什么吗？恐怕都没有办法，所以要总统来回答这些问题，让我们更清楚1.25兆的这个军购预算到底用在哪里。可是我的焦点其实不放在这边，我想要讲的是台湾真正安全保障在哪里？我要告诉各位，就是我们的经济科技很强。前一阵子远见论坛的时候，《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 Freeman， 他是全球化的专家，他当然开玩笑的，他说：“你们就不要再期待说美国会派兵来保护你们了。”我要告诉各位啊，就算纽约被人家攻击了，我都不敢保证川普会来保护纽约。他当然是开玩笑的一个说法，但是他提到了就是呢，台湾其实真正强而有力的后盾就是我们的科技跟经济。那现在的问题来了，我们要花大笔的军事上面的投资，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国防预算占我们 GDP 的比重只有1.5%不到，现在已经提高了2%、3.3%，明年要到3.3%，再把这个1.25兆，然后一年1500亿这样子加上去，我们很快会到5%，也就是我们总预算当中大概有30%到40%都是军事预算，这是一个天文数字。台湾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因为国防经费其实占比非常的小。在整个的资源分配上面，我们可以做很多的科技的经济的发展。我们现在所有的科技经济发展都在吃老本，我们都很清楚的知道，现在经济冰火两重天。这个冰火两重天的说法，从我开始说之后，现在所有的经济节目通通都讲冰火两重天。好的 AI 非常的好，可是我们能够依视 AI 到永远吗？当它不再是伺服器当道，而是走端点当道的时候，台湾不见得能够吃到这么多。那我们其他的产业在哪里呢？当我们把大量的资源去放在刚刚，其实呢，吴思怀将军已经讲得非常清楚，这1.25兆当中的台湾之盾有太多的矛盾在里头。不管是你的整合问题，厂商自己说这只是构想，坦白说那个整合，当年其实光是作业系统的那个整合，其实都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很多的电脑厂商无法解决它。但是我们现在就要投资1.25兆做这个整合工作，把爱国者飞弹，然后跟天弓飞弹全部都要整合在一起，你真的整合得起来吗？那中科院真的能够把它所有的机密交给美国厂商，然后让美国厂商去跟爱国者飞弹来整合吗？这真的是符合我们的利益吗？它在军事投资上面有它的问题，但我更要说的是，当他因此大量的资源投资在军事上，而这个投资在军事上面，其实刚刚吴思怀将军讲说，哎呀，这个我们可以创造这么多的产值吗？产值不重要，我告诉各位，股价已经涨了，股价已经涨很多了。军工产业是，而且就是无人机，你要知道，在去年之前涨的都是绿能产业，从赖清德上来之后，涨的都是无人机产业。各位，这个股票方面的东西我就太清楚了。这里面可能是一个人一当草，然后每个人发展的重点不一样。但是股票赚钱无所谓，可是你不能够因此妨碍到我们其他经济上面的资源的配置。资源配置是非常珍贵的。当我们
穷兵黩武的说我们要做大量的军事上面的投资，我们真正可以作为后盾的经济科技就会受到限制，而我们所有的路只剩下一条路，就是打仗。我请问各位，和平这一条路的 B 方案我们有吗？我们准备了吗？我们准备开始了吗？那现在以后应该学高士，打仗，讲5次，变这么多国防预算呢？他其实是这样讲就是说在野党现在跟执政党争执什么？就是说中央给的钱有3种，叫一般性补助款、统筹分配款跟计划性补助款。他现在说我给地方比较多了，他是把一般性补助款跟这个统筹款降低，计划性补助款增加很多。对，那计划补助你要来申请啊，你要来申请，那我要不要给你是看我要不要给你啊，对不对？我看你顺眼我就多给你，我看你不顺我就少给你。所以他地方为什么紧张？就是到最后到底拿多少钱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大量的增加计划性补助款，那计划性补助款你还没有申请，你怎么知道我要给你多少？还是掐着你，就卡在地方就把你卡住，就要再回来。